贵州偏远山区惊现上万座活死人墓洞穴。要知道，这些坟墓当中的主人并没有死去，而是活生生的就自己住了进去，所以大家称之为活死人墓。那为什么要为活人建造坟墓呢？而眼前的这个洞穴就是一座活死人墓，从石头砌成的样子，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人工打造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洞穴。如果不是当地村民的介绍，大家一定认为这是村民为了方便进山拿来存放食物的窑洞。可它的作用并不是如此，而是一座活人墓。那我们今天就一同聊聊贵州山村万座活死人坟墓之谜。喜欢的观众老爷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大家都知道，终南山的活死人墓名声响彻南北，但是在贵州安顺的大山里面，同样有着上万座活死人墓，但是却鲜为人知。关于活死人墓，在历史上并没有正确的定位，一般都是民间的代代相传。而所谓的活死人墓，就是古代活人在60岁左右就在山上开凿墓穴，然后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子女送到墓穴里面，靠着为数不多的食物维持生活。在食物耗尽之后，就宣布了自己生命的终结。那么这种看似让人有点感到悚然的习俗和中国传统的孝道是一种极大的矛盾以及冲突。那么贵州的大山里面为什么会存在如此让人看似毛骨悚然的习俗呢？一般来说，这种活死人墓都建在现在看起来十分隐蔽的地方，具体位置需要当地人的指引。而所谓的活死人墓，从外形看起来十分的简单，首先就是在山坡上面挖掘出一个洞穴，然后就在洞穴上面叠加石头成为墓穴。普遍来说，这种墓穴长度2米，宽度为 1.2 米左右，甚至外形还十分接近于云贵川地区特色的崖墓。不过相较于崖墓的位置和工程的宏大，贵州的活死人墓的确看起来十分的简单，甚至从直观的视角看起来，很多人第一眼看见如此的墓葬都不会把其往墓葬方面想，只会认为是简简单单的石洞。的确，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此形制的墓穴几乎是不存在的。从当地人的透露层面来看，把活人埋到活死人墓穴之中，一般也不会留下过多的食物。从剂量来看，一般都是以一个普普通通的饭碗作为标准，而如此剂量的食物，在墓穴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是1-2天的消耗量。而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来看，这种独特的墓葬葬制也不是当地一开始就存在的。贵州地区独特的活死人墓和古代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地人表示，从其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说法是，活死人墓最初是给流散逃离到贵州地区的中原人群所使用的。在他们面对战争的流散逃难中，很多人肯定会出现走不动道或者生病情况下自身变得奄奄一息。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活死人墓就顺着客观的需要而应运而生。面对在路上的族人亲朋的死亡，以及有体力虚弱走不动道的，在逃难的路途之中，任你在家乡是不是非富即贵，在贵州的大山，物质条件也是十分匮乏的。于是乎，面对突然死亡，不可能再大办特办，风光大葬，而这种活死人墓修建起来就十分的简单，只要在山丘上面挖个坑，然后垒起石块就行了。除了埋葬死人之外，大家也可以想象到的是，在举家举族迁徙的过程之中，肯定有很多老弱病残的，而这些人无论是自身的身体条件，还是对于其他人下一步的行动安排，多多少少都是一个累赘。于是，这种活死人墓也是方便服务于此等群体，在走不动的情况下，这种活死人墓就能成为他们生命终结之前最后的安息之地。另外，
迁徙的过程中，粮食自然是最珍贵的物品，并且在颠簸的过程中，很多人不可能携带很多的储备粮食。在把这群人放进活死人墓之后，其家人会用饭碗盛放一碗食物到这些人的面前。这些躺在活死人墓等死之人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面前的粮食是属于自己最后的晚餐。那么从相关的情况来说，可能年老体弱的老人就会死在这些活死人墓里面。但是相较之下，有些不想这么死去，并且自身还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人，可能会扒开墓葬上面的泥土，从而逃生出来。此外，在当地关于活死人墓的由来，在当地还有另外的说法。根据当地的记载，当地人的祖先和孟获有关，并且当地在西汉地区是夜郎国的疆域，而在当地的认知里面，孟获不但是他们的祖先，也是夜郎国人的后代。在夜郎国被西汉灭亡之后，其余的臣民就来到了贵州镇宁地区定居。但是在不断的发展中，以及中原王朝对当地的疏于管理，夜郎国的后代又开始在当地称雄。其中拥兵自重，横跨云南和贵州的孟获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孟获遭遇了诸葛亮的欺秦，就在欺秦孟获之后，孟获对诸葛亮心服口服。可是孟获的后人又在诸葛亮去世后搞事情，于是刘禅就想把孟获的族人迁徙到成都地区进行统一管理。但是这种迁徙十分的容易造成死亡，与其面对死亡，当地人就想到把族人里面的老弱病残藏在这些挖好的土坑里面，用来躲避蜀军的搜查。而这些人的后代就成为了当地村民的祖先，因为祖先的存活下来是靠着挖地穴的方式进行的，于是这种方法被代代流传下来，最终演变为当地一种独有民族气息以及特色的活死人墓葬。可能从我们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民俗来看，活死人墓这种让人甚至感到有那么点悚然的意味。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种丧葬方式不但是对于自己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对于祖先们的一种思念。